因为金管会是不是会以股市秃鹰的标准去判断有没有违法存在？你的看法呢？我想委员刚才讲，其实这个事情，我想卫福部他已经做过很多人说明，他还是在政策研议的过程当中啦。我想原本传出这个卫福部明年将修法，就是有关于健保补充会打算把租金、利息，还有股利所得或收入的部分改采年度来计算，一年累计超过2万元就会收取2.11%补充保费，那结果没有隔多久，因为行政院就出面来灭火那暂缓规划。主委当天政企局主秘被问到这件事，回答我们也是才刚看到这个版本那会了解是否对股民有影响，再与卫福部来沟通。请问主委，你认为这个石崇良石部长对补充保费的言论真的是无的放矢吗？还是有目的性的释出政策的风向球？我想我也不方便替卫福部部长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已经在很多的场合已经做公开的说明，这是还在政策研议中。我们金管会当然会本于我们的职权提供我们专业的意见，未来如果还继续讨论的话，我们会提供我们的意见给卫福部参考。主委因为卫福部对于跨部会性质的政策擅自提出看法，不论有没有目的请问你认为这样适当吗？我想任何的沟通都是必要的啦，因为尤其是很多的问题其实非常的复杂，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制度做得尽善尽美。我想卫福部有他专业的考量，但是我说假设涉及到资本市场的话，我们非常乐意，也必须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讯息。对因为这个要跨部会，而且这个要这个跨部会研究以后，到底是不是适当再来提出来。结果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采取这种方式吗？我刚跟委员报告过了，任何的政策就是应该要多的沟通，因为其实很多很复杂，希望能够尽善尽美。我想这是我们在执行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至少，我觉得这是应该多沟通，把各种的状况多了解，应该会做出更符合事实需要的政策。又或者这次的补充保费提出年度采计的这种言论，卫福部是不是已经你认为有没有涉及到证交法第155条第1项第6款的行为禁止的违反因为金管会是不是会以股市秃鹰的标准去判断有没有违法存在？你的看法呢？我想委员刚才讲，其实这个事情，我想卫福部他已经做过很多人说明，他还是在政策研议的过程当中啦。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是因为他已经做这个说明。刚才委员提到155的话，他有很认定的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想这应该是不至于啦。主委，如果按照卫福部长现任政务委员过去的陈时中的说法，事实上检讨健保补充保费调整课征早就不是秘密。换句话说，恐怕未来势在必行。主委，补充保费的改革规划，陈时中说制度需要精算讨论，必然要思考额度兼顾它的量能互惠与这个劫富济贫的精神，调整才有意义那我请问主委，以您对股市投资获利的了解，你认为有办法能够明确区别谁是贫谁是富吗？有没有办法？我想我们从资本市场来看，刚才委员提到就是有关健保财务的问题，这不是我们金管会的专业啦，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代为说明。刚才讲任何一件，比如说这样对于我们的交易行为的这些判断有影响，当然只是说有影响有多大这件事情，我觉得都还要经过深入的评估才会知道。主委，换句话说，考量统计总所得，调高门槛到一定的程度，就一定能够判断出它合理的标准吗？依您看法呢？我想这个用一个
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数据去判定一个事情，当然有很多它的盲点。我想，整个资本市场里面的投资人有这么多1000，这个我们这么多的散户在里面，而且就是说他们的投资行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很难用一个数字来直接切分说什么样是属于哪个属性。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很专业的研究。这样哈、